刚刚那尊魔神法香也随着光芒的消散下，如梦幻泡影，彻底的被击溃消散。那位新魔神则半跪在那片混沌中，痛苦地捂着自己鲜血淋漓的伤口。本应该愤怒的他，却发出一道阴沉的笑声，声音中带着几分诡异。厉害，真厉害啊！尽管再次败在双龙尊主的手下，这位新魔神的眼神中却没有丝毫的一丝惧色，似乎他的这些行为众人开始捉摸不透，就仿佛新魔神那阴沉的笑声在混沌中回荡，像是预示着下一场风暴的即将来临。而双龙尊主的目光先是在天地囚牢的天柱上扫了一眼，然后再看向那受伤的新魔神，双眼微微眯了起来。没有魔心的魔神法香居然还能够爆发出如此的威力，在我们和叶施展下居然都无法将其彻底的击杀，然而天柱都出现裂纹。如果对方是一位拥有魔心的魔神，恐怕刚刚受伤的就是我们自己了。见识到了新魔神的最强底牌后，即便心静如水的双龙尊主此刻的心中也荡漾起一丝波澜。魔神的实力果然还是不能够小看与轻视，如果换作他们中任何一位去独占这位新魔神的话，恐怕都不是其对手。这位新魔神的修为已经在他们二人之上，只是对方没有魔心，才会被他们合印下施展出的应龙之力所压制。在平息了自己内心中对新魔神力量的震惊后，大龙尊主对新魔神的杀意变得更加浓郁几分。想必刚刚对方施展了最强的底牌，自身的魔神之力也会削弱不少，现在将其扼杀在摇篮里是最佳的时机。日后如果让其魔心成型，那么就真的多了一位万魔之神的恐怖存在，到时候即便是双龙尊主合印施展应龙之力，怕都不是其对手。旋即双龙尊主的目光交汇，仿佛读懂了彼此心中的想法与决断，彼此间的默契在一瞬间形成一道无形的锁链。双龙尊主毫无表情，只见双手迅速结印再合印，周围的空气仿佛被他们的力量牵引，扭曲成一个个复杂的符文。一道恐怖的应龙之力自他们体内爆发，化作一条奔腾的洪流，携带着规则之法的威严，向新魔神狂涌而去。这股洪流蕴含着毁灭一切的力量，即便是坚不可摧堪比造化之躯的魔神之躯，也难逃被冲刷击溃的命运。然而面对双龙尊主如此恐怖的大能攻势，新魔神却是异常诡异的大笑起来，仿佛他在这绝境中找到了某种快感。他的笑声在战场中回荡，与双龙尊主的肃杀气息形成鲜明对比。双龙尊主的应诀完成，洪流的速度陡然加快，转瞬间便已到达新魔神身前。新魔神的身形在洪流中显得无比的渺小，可那道笑声中似乎隐藏着可以吞噬一切力量的源头所在。就在洪流即将触及新魔神的一刹那，他身上的魔气忽然暴涨，形成一道道扭曲的空间。哈哈哈，暗黑魔母，自我最强的暗黑力量了。随着新魔神的呐喊声响起，只见无尽的滚滚黑气瞬间将他的身躯笼罩，很快便是在混沌中涌动起来。只见混沌竟是都被凝聚出一道巨大的混沌黑洞，而那混沌黑洞犹如是活物一般，直接将新魔神的魔神之躯一口吞入其中。轰轰！随着那滚滚黑气被混沌黑洞吞入其中后，磅礴的魔气比起之前更加的汹涌起来，直接从那混沌黑洞中喷涌而出，甚至有着一道魔光陡然大盛，可以让众人清晰震惊下巴的看到一圈圈暗黑色的魔气光环自那混沌黑洞中不断的浮现，其中的魔气也是在以一种惊人的速度节节攀升。短短数息，那股魔气所形成的魔威便是令得天地囚牢都开始剧烈的颤抖着，仿佛要将整个天地囚牢都要将其吞噬其中。他静静地悬浮在混沌中，吞噬着一切接近他的物质，包括那道激荡而来的洪流。洪流携带了无尽的恐怖能量，可以冲刷一切万物。然而面对混沌黑洞，这一切力量都显得有些不堪一击。当这股洪流撞击在混沌黑洞上时，并未爆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而是悄无声息地被混沌黑洞所吞噬。这一幕显得异常诡异，混沌黑洞周围的空间似乎都在以一种难以置信的姿态下扭曲成一幅不可名状的图画，让人不禁感到心悸。那道洪流在进入混沌黑洞的那一刻，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抹去了一样，没有激起一丝波澜。见到这震撼的一幕，萧炎、盘龙等众人个个都是忘记了呼吸一般，又像是失去了神魂，惊呆地愣在了原地。甚至双龙尊主的眼神都是一凝，面色浮现了一抹凝重之色。能够让两位造化主神都露出这样的凝重之色，恐怕这混沌黑洞的力量已经达到了一个无比恐怖的程度。这是什么力量？居然在一瞬间就吞噬了我们和印施展出的应龙攻势。小龙尊主也从来没有见过如此诡异的力量，嘴角抽搐的一动。不对，这不是新魔神的技能，而是他施展了某种魔技，召唤来了一个了不得的东西。大龙尊主的资历还是比小龙尊主要高一些，所以在冥冥之中看待一些事件的时候会更加的直观。召唤出来的某个东西。小龙尊主面色无比的凝重，因为他已经感受到来自这股力量的恐怖气息，能够将他们和印施展的应龙攻势都给化解，那就只能说明一件事情，那就是这股力量或许已经超越了他们的存在。
而伴随着那混沌黑洞中的魔气越来越恐怖惊人时，双龙尊主以及萧炎、盘龙夭两位神殿殿主等众人忽然惊骇地见到，在那黑洞中似是有着什么可怕的东西要出来。然而还不到几秒的时间里，一道巨大的未知黑色物种出现在了大家的惊骇目光中。那个黑色物种外形独特，呈圆伞状，伞盖下有许多触须，这些触须又细又长，呈深黑之色。伞状的身体上分布着许多诡异复杂的纹路，其身上还镶嵌着许多如同星星般的小点。只是这些星星小点中所散发出来的那股恐怖气息，足以能够毁灭世间万物，并且犹如是活物一般，在轻轻摇曳，宛如是嗜血的恶魔。那是两位神殿殿主发出惊骇之声，他们实在是没有见过这个陌生的物种。115姚苏佑威三位神元公主母的柳眉紧蹙起来，因为这个东西，他们知道这个东西的来历，同时这东西体内所散发出来的气息，能够让无数神奇强者连抵抗的资格都没有。即便是大道主神，在这个巨大的深黑色物种面前，都感到非常棘手的存在。那是魔母。魔母，原来这新魔神召唤过来的居然是魔母这暗黑之物。神罗殿殿主惊呼一声，显然也是被魔母的降临而感到震惊。神罗兄知晓这个魔母之物？天罗殿殿主倒是对魔母的来历感到陌生，看向一旁的神罗殿殿主，好奇地说道：之前就听说，在暗黑魔物中存在着一个能够孕育出强大魔物的东西，甚至一些被孕育的东西，尤其是拥有仇恨极深之人，将会获得魔母直系力量的孕育，基本上将会诞生出一位实力至少半到神之上的强大魔物，更是能够绕过大道的领悟，就能够拥有半道神甚至是大道主神的强大魔物。在神罗殿殿主的解释中，天罗殿殿主更是惊骇出声，绕过领悟大道就能够孕育出半道神之上的魔物，这简直太变态了吧。而萧炎的目光微凝地看着那天地囚牢中的魔母时，总感觉到有一股极其危险的气息，那种气息直接是超越了大道之上的存在。有些不对劲，新魔神自身的实力已经是堪比造化主神的实力，如果他召唤出这魔母，就算是出来一些魔物，实力也不过是半道神和大道主神，这对双龙尊主两位造化主神的神灵来说，根本只是一招就能够灭杀的。观察细腻的盘龙也注意到了这点，这时众人也才恍然大悟过来，这样一来，就算新魔神召唤出魔母来，也不可能是双龙尊主的对手。天地囚牢之中，魔母如同降临的灾厄，其表面突兀绽放出刺目噬魂的魔焰，这魔焰不同凡响，仿佛凝聚了黑暗世界的精华，带着可噬魂一切的力量。在新魔神的操控下，魔母表面的这些魔焰如同活物般游移、蜿蜒扭曲，散发出令人窒息的一种诡异的气息，而且没有温度一样，然后直接朝着天柱四周蔓延开去。那些原本就已经出现裂纹的天柱，在诡异魔焰的吞噬下，仿佛是脆弱的芦苇，一触即溃。仅仅在一瞬间，就在魔焰中哀鸣，瞬间化作了一片火海。天柱的崩塌，象征着古老秩序的瓦解，预示着新时代的降临。众人目瞪口呆，他们的表情中充满了难以置信与恐慌。天柱的毁灭，宛如一场突如其来的噩梦，让他们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惧。双龙尊主的眉头紧锁，他的脸上写满了严肃与忧虑。他凝视着那肆虐的魔焰，心中暗自揣测这火焰的来历和力量之源。小拢的语气中满是骇然，他的声音在颤抖，不敢相信眼前所见。那火焰究竟是什么？他的问题在空旷的空间中回荡，却无人能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在这道魔焰的映照下，每个人的脸上都映出了恐惧的光芒，仿佛他们正面对着一个未知且可怕的存在。双龙尊主的眼神中流露出前所未有的严肃，大龙尊主的声音中充满了对这未知力量的警惕。那火焰绝非寻常之物，它的威力甚至可能超越了我们的想象啊！雨涵、吞吞等人则显得惊恐万分，从大龙尊主的话语中透露出深深的不安。大咒中除了神火之外，难道还有一种不亚于神火的火焰？此时，无论是盘龙还是神殿殿主等几位大道主神，都在这一刻陷入了沉默。他们目睹了魔焰的威力，感受到了那种仿佛连天地都要为之颤抖的恐惧。如果我猜得不错，这魔焰应该不是一种火焰，而是一种诡异力量的化身。它不同于世间的任何火焰，因为它没有任何的温度不说，还透着一种深邃的恐怖。对于火道领悟极其之深的萧炎，他很快就看出了那魔焰的来历，因为萧炎可以从这道魔焰中感受出它的色彩幽暗而又带有一丝肉眼看不见的暗红之光，仿佛能够穿透物质，直抵神魂深处。而只要被这道魔焰吞噬，一切皆化为虚无。不是火焰，诡异的化身。对于萧炎的讲述，众人个个吃惊不已，因为这个答案带有非常强烈的冲击力，激荡在他们的脑海中。在我对火道的领悟中，这魔焰看似宛如火焰一般，可是它真正的面目可不是火焰，而是某种力量所化。双龙尊主前辈可要小心啊！
萧炎在解释间便是冲着远处的双龙尊主喊道，因为这魔焰给他一种无比危险的气息，甚至觉得即便是双龙尊主前辈恐怕都不是其对手。当然，萧炎希望自己是感知错误，不然后果似乎变得有些棘手了。然而双龙尊主则是对着萧炎以及众人一个自信的目光，仿佛在说让他们不要担心。你果然还留守守的，就算你召唤出魔母又如何？你能够撼动我们荷叶施展出来的应龙之力。在双龙尊主的眼里，任何力量都不可能撼动得了他们的应龙之力，能够撼动他们的应龙之力，只有天古纪元的那些魔神才有资格，但眼前的这位不过是新魔神罢了。没有魔心的魔神可无法将魔神之力真正的恐怖力量释放出来。哈哈，没想到应龙神灵的智慧也不过如此。刚刚那位萧兄弟都看出了魔母中的端倪，而你们居然还看不透，真是有些让本魔神失望。那位新魔神的目光在双龙尊主的身上移开，看向了刚刚提醒他们要小心的萧炎身上。当一双面目下的眼睛投射在萧炎的身上时，萧炎只感觉到有一股熟悉的气息，只不过那股熟悉的气息似乎被刻意的隐藏，让的萧炎无法确定这熟悉的气息究竟是什么。萧炎能够感受到来自新魔神身上的恐怖气势，但萧炎并没有一点惧色，甚至不知道为什么，他有一种久违的感觉，很想与这位新魔神激烈的战斗一番。而且刚刚这位魔神将自己称作为萧兄弟，这让他以及众人更加感到其中的不解和吃惊。要知道，能够从一位魔神口中说出兄弟二字基本是不可能的。更重要的是，这位新魔神居然知道萧炎的身份，从对方的语气中似乎对萧炎还非常的熟悉。萧炎小兄弟，这是什么情况？对方认识你？被对方新魔神这样一搞，让得众人都感到一丝诧异。萧炎也是一头雾水，当即摇了摇头回答道，我也不清楚，但是这新魔神给我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甚至他似乎对我有着一种无尽的怨恨之气。想到这里，萧炎开始沉思起来，大脑疯狂的运转，想出这个人究竟是谁，为何认识自己。萧炎眉头紧锁，脑海中浮现出一幅幅新魔神的幻象，试图拼凑出这位新魔神的真实身份。就在此时，新魔神的目光如同利剑一般射向双龙尊主，声音中蕴含着不容置疑的魔威和阴沉。应龙神族的高阶神灵双龙尊主，今日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真正的暗黑之力。话音刚落，新魔神的身影犹如幽灵般消失在原地，转瞬间便融入了名为暗黑魔母之中。暗黑魔母开始剧烈扭曲，仿佛被某种神秘力量所操控，其表面涌现出无数诡异的黑气魔光，这些魔光如同火雾般蔓延开来，散发出一种深邃而恐怖的暗黑气息，空气中弥漫着一种令众神奇窒息的压迫感。115瑶、苏佑威等实力在大道之下的他们，其艳丽的脸颊上都变得苍白，他们能感受到那股暗黑力量正在迅速蔓延，侵蚀着四周的一切。每当一道黑气魔光闪过，就仿佛有一块沉重的巨石压在心头，让众人几乎喘不过气来。双龙尊主面对着突如其来的变故，神色凝重，双手快速结印，试图抵御这股暗黑力量的侵袭。然而那黑气魔光如同有生命般，不断变化着不同的形态，寻找着一切可乘之机，企图彻底吞噬双龙尊主。想要吞噬我等，怕是你这位新魔神异想天开了吧？双龙尊主一道冷喝，他们的目光如炬，掌心中的龙印闪耀着摄人的光芒。随着他们合掌的震撼一击，空气仿佛被撕裂，一道浩瀚的力量波动自掌心爆发，冲向虚无的天际。天地响应着这股神圣恐怖的力量，风云变色，一道望不到尽头的应龙虚影从天而降，应龙之躯扫过长空，激起万丈狂风，应龙上的鳞片闪烁，龙吟撼动乾坤，带着震撼极致的威严和不容置疑的霸道气息，直冲云霄，似要撕裂苍穹。